夏立言表态绝不忘本，代表国民党打出反台独旗帜。关键时刻也该把路选对了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2月8号开始，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率团来大陆参观访问，大陆国台办马上表示了欢迎。但到了2月13日，夏立言已经表示了，说这次赴大陆参访已经达到了目标。从他这次在大陆的活动以及发表的观点看，大陆方面应该也是基本满意。在与国台办主任宋涛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呢，夏立言就做出过3项承诺。第一条就是明确坚持9·2共识，反对台独。而且他在南京中山陵祭拜孙中山先生，表示国民党绝不忘本。别忘了，孙中山先生在台湾已经被民进党还被台独分子当成敌人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，因为我们是把9·2共识作为一个原则性底线的。现在台湾岛上民进党基本上不认9·2共识，去年国民党也跟风开始大肆的要否定9·2共识，这种言论就是给台海之战架了一个大火堆。而夏立言这次明确说坚持9·2共识，虽然还不能说就可以保证台湾免于战火，但是如果台湾的主流思想也能够认同的话，那么对台作战的时间红线是可以往后推的。这就要看国民党在岛内还有多大影响力。但是我们也知道国民党的毛病啊，内斗不停，所以指望他们能够彻底改变台湾现状，恐怕也不现实。不过，就算台湾的主流民意还没法走向理性，至少国民党里边很多人可能因为夏立言这次参访，从此就拿到了救命符，将来不会真的被列入战犯名单。这件事对民进党来说呢，也是一个刺激，毕竟这代表国民党里边站到反台独这边的人呢，比以前力量强了一些，多少也会影响一些人。比如原来不敢公开说支持9·2共识的，现在可能会公开敢于出声了。而且夏立言是拿着两岸贸易往来的成果回台湾的。台湾地区去年12月的外销订单是521.7亿美元，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3.2%。而夏立言这次谈的态度比较好，所以我们可以放松一些限制了。这样路一走通，台商马上就可以密集组团来大陆谈生意。对台商来说，国民党和民进党哪个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，这才是核心话题。而且对民进党那边呢，国台办也通过夏立言表示，要过了台我们欢迎，当然我们不会欢迎他们宣扬台独啊，所以能来的我们能接待的，肯定还是有一定的正面价值的。这个呢，其实类似是淮海战役，让国民党士兵到解放军阵地吃饭，吃饱了还可以拿回去。只不过呢，这次拿回去分的不是肉包子，是救命符，是提示一下岛内某些人转变立场还来得及。解放战争中那么多国民党将领，最后关头能转变的都不用进功德林，没有必要去当陈长捷或者是邱清泉。民进党过去就有人曾经从台独转化为支持统一的，比如过去吕秀莲是台独势力，现在已经转变了。所以我们当然可以留个口子，给对方机会去当傅作义和龙云。夏立言如果能够说到做到，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并且台湾民意能够顺着夏立言的态度去发展的话，这种机会当然会更多。否则的话，这个大门我们也可以说关就关。所以台湾地区几个报纸说的也没错，民进党现在不要再刁难夏立言了，应该感谢他给了民进党一些人出路还有生存的机会。